当你要改掉坏习惯的时候，首先想到的是不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战斗？而且坏习惯越长久，越根深蒂固，这场战斗势必就越艰难。一想到需要的意志力，你忍不住就打退堂鼓。有这么大的意志力吗？该不会又像上次一样半途而废？今天我就要告诉你一个新方法，而且我已经实验过了，非常有效，让你跟坏习惯轻轻松松的说拜拜。你是不是有过这样的经历？发现一种食物很好吃，你就总想再吃它，而且创造机会来吃它。当你吃过很多次之后，如果你去餐馆发现了有这道菜，你就自然而然的点它，这就形成了习惯。又比如玩游戏，你开始的时候很可能被某一款游戏吸引，你总想去玩它，玩多了呢，又发现了更多好玩的游戏，很快呢，你就喜欢上了玩游戏这件事儿，而且有可能上瘾。你有没有发现，这两件事的相似之处，就是它开始都给你带来了巨大的愉悦感，而这个过程呢，是由多巴胺来控制的。每当我们感到快乐的时候，我们的大脑就会释放多巴胺，从而强化这种行为。但是呢，一开始喜欢某种食物，你吃了多次之后，就感到不像从前那么惊艳了。但是我们还是会继续吃。一个游戏最初的半个小时或者是1个小时，觉得非常有趣儿，但是到了第3个、第4个、第5个小时，你可能已经不那么上瘾了，但是呢，你还是无法停止。这时候，其实我们大脑的内部已经发生了变化，从一开始由多巴胺控制的这种愉悦感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大脑呢会激活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回路，叫做习惯回路，它是由大麻素系统来控制的。也就是说，当我们不再感到快乐，但仍然停不下来的时候，我们实际上已经进入了由大脑习惯回路控制的行为模式。一旦习惯形成，我们就会不加思索的就去做它。所以呢，习惯呢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。一旦我们养成了某个习惯，我并不会特意去想这件事儿，它就不由自主的发生。可是当我们想要戒掉一个习惯时，我们通常是通过意志力来控制或是去掉这个行为。额叶是大脑的主要控制系统。当我们强迫自己去做某件事的时候，实际上我们的额叶正在发挥作用。比如当我们试图控制一个坏习惯的时候，我们的额叶就会施加这种控制。但问题是，习惯是通过最初的愉悦感来形成的，而且通过释放多巴胺来得到强化。而当我们戒除坏习惯的时候，我们并没有调动相同的神经回路，所以这个过程并不会带来愉悦感，没有多巴胺，就不会有行动的强化。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在戒除坏习惯的时候容易失败，因为这个过程一点都不愉悦。我现在教你一个技巧，每个人都能做到，而且使戒除坏习惯的过程一点都不痛苦，也并不是用另外一个习惯来代替这个坏习惯。方法呢，就是让你自己对坏习惯变得有意识。你可能会想，这有什么帮助呢？我给你讲一下背后的逻辑。习惯呢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，如果我们有意识的去做这个行为，从大脑的角度来讲，它就不再是一个习惯了。所以呢，这时候我们使用的已经不再是习惯回路，而是大脑的不同的部分。具体的做法是，比如你喜欢吃蛋糕，以前呢，为了控制自己，一次就只能买1小块，这次呢，你多买几块。第1块为了解馋，你直接就吃掉，剩下的几块只要你想吃就吃，但要带着觉察去吃。当你吃的时候，你要密切关注这个过程，你要体会一下这种特别想吃蛋糕的感觉是怎样的。你在吃之前，你对这个味道有什么预期？
你会觉察到唾液分泌吗？你吃下蛋糕的时候，你是如何享受它的？你吃完之后，你这种愿望会有什么变化？目标呢，就是你带着完整的觉察去体验吃蛋糕的这个整个的过程。你不需要强行压制自己的欲望，你真正练习的是培养觉察力。最神奇的地方在于，一旦你带着觉察去做某个行为，你就不再依靠习惯回路去运作了，你实际上是在一点一点地削弱那个习惯回路。这个过程是得到了神经科学的支持的，尤其是在成瘾研究领域，比如酒精成瘾者依靠意志力戒酒，一开始能够抵抗一段时间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们常常会失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们的压力会逐渐的积累，而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。也许是跟伴侣的一次争吵，也许是工作上的挫折，也许是跟朋友的不愉快，很快就会成为触发点，让他们觉得压力难以承受，就再次回到酗酒的老路上来。关键是成瘾者呢，对这个过程很茫然，所以呢，有一种方法叫做正念，英文呢是 mindfulness， 对于戒除这些成瘾非常有效。这篇文章总结了正念，也就是 mindfulness 对戒除酒瘾有效，在很多情况下，它的效果超过了传统方法。正念所做的一切呢，就是提高觉察力，而这种觉察力正是打破坏习惯的关键。当我们试图控制某个行为时候，我们大脑的额叶就会去控制习惯回路。但当你的额叶与习惯回路之间的连接非常薄弱的时候，你可以想象一下，就像一根细细的吸管，因此我们需要耗费大量的意志力或者是能量来控制这个习惯。然而，每一次当我们带着觉察去做这件事的时候，即使我们失败了也没关系。这正是很多人容易陷入误区的地方。他们常常会想，我又没有控制住这个习惯，我失败了。其实啊，只要你带着觉察去做，目标根本不是你去成功的控制住这个行为，也不是立刻去停止它。真正的目标是，每一次你带着觉察去做，你都是在扩大你的这个吸管。实际上呢，是加强你的额叶跟习惯回路之间的连接。随着这些连接不断的加强，我们的这个吸管呢就会逐渐的变粗，最终我们就不再需要消耗大量的意志力或者能量来去戒除这个习惯。所以，如果你正在为某个坏习惯而苦恼，我强烈建议你带着觉察去面对这个习惯。即使你失败了，即使你无法抵御那块蛋糕的诱惑，即使你忍不住又使用手机了，那你也尽量在使用的过程中去积累尽可能多的觉察力。只要你注意它，看着它，对自己说，哇，我现在真的很想用这部手机，感觉停不下来，这太难了，所以让我再用一下吧。这样是可以的。或者呢，你想吃某样东西，你就先停顿一下，你看着那块蛋糕，对自己说，好吧，我真的很想吃这块蛋糕，我就尝尝它的味道。神奇的是呢，当你一遍又一遍这样做的时候，你的大脑的额叶跟习惯回路之间的连接就会变得越来越强，最终你就会达到那个临界点。这个时候，你只需要极少的意志力，你就能实现非常有效的行为改变。所以呢，一定要试试这个方法，培养觉察力。即使你失败了，没关系，只要第二天醒来，继续培养更多的觉察力。You can do it， 你一定能行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